相信这两天呢，很多朋友心里都有一个疑问，一个疑惑，就如今呢，我们中国经济已经非常稳固了，国防非常过硬了，综合国力早已经今非昔比了。可是日本和菲律宾为什么依然敢联手开启海域划界谈判，想私下瓜分我们台湾以东我国管辖的海域呢？明明实力差距悬殊，他们究竟凭什么敢于不断的试探呢？今天节目呢，我想用大白话把底层逻辑讲透，看完相信您就彻底的明白了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理清一个关键的事实，就是菲律宾和日本两国目前仅仅处于谈判阶段，尚未签署正式的条约，并未完成法定海域的分割。但是这个事儿性质极其恶劣。台湾是我们中国领土，台湾以东海域管辖权天然归属我国。日菲这一次刻意的绕开我们中国这个主权的当事方，闭门商议瓜分海域的界限，本身就是赤裸裸的海洋权益侵权。无论谈判最终达成哪一种方案，何种方案都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力，我们中国也绝对不会承认。就很多朋友默认说国家越强就越没有人敢挑衅，但是呢，国际博弈从来不是简单的比拼纸面上的实力，对方敢于步步紧逼，都是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的一种战略选择。我认为核心无非有5大原因。第一，就是背靠美国同盟兜底，他们冒险的风险被大幅的稀释了。我们都知道，菲律宾开放军事基地，接纳美军的部署，日本呢也是美国西太的核心盟友，美日菲防务合作早已常态化。日菲非常清楚，只要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，仅仅依靠谈判、磋商、海上联合巡航这一类软性的动作，美国就会从外交表态、武器援助、情报共享、国际舆论等方面全方位的站台。那么有大国在背后托底，他们需要承担的代价就微乎其微了。而美国呢？美国更是借着盟友实施离岸制衡，他不用亲自参战，就能够依托第一岛链牵制我国走向深蓝。可以说，他们三方各怀心思，小动作自然接连不断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就是专打灰色地带的蚕食战术，想拿捏我们和平解决争端的战略定力。他们十分清醒，他们也不敢正面发动军事对抗，他们也打不过，他们很清楚根本承受不起这个冲突的代价，所以呢，他们全程只采取低烈度的博弈手段，私下划界谈判、近海的联合巡逻、小规模的海上对峙，他们只渗透不决战。我国始终坚持以外交交涉、海警常态化巡航等等和平的方式维护海洋权益，不会轻易的因为一场谈判激化矛盾。对方正是抓住了这一点，所以奉行低成本的这个投机的策略。什么策略？就是他们认为最坏的结果只是遭到我方的严正交涉，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损失。那么如果这样，一旦长期形成既定的舆论事实，就能够持续的侵占我国的海洋权益，稳赚不赔的这个侥幸心理，是他们反复试探的一个关键的底气，这才是核心所在。那么这是第二。第三，就是他们单打的底气不足，利益抱团，直接可以抬高博弈的筹码。因为单独对峙的话，菲律宾海空的力量有限，很难在南海长期博弈当中占据主动。日本呢？日本受战后体系的约束，无法随意向外扩张海上的影响力，而海域划界恰好把两国的利益牢牢的捆绑，形成了优势互补。菲律宾坐拥南海前沿地缘的优势，日本输出军工装备，输出海上侦察技术，输出外交的影响力。一旦他们联动成型，东海、台海、南海三大海域形成了相互牵制的格局，双边的争吵就会直接演变成为多边的议题，谈判话语权瞬间拉升。菲律宾意在巩固南海非法侵占岛礁，日本意在借道南下，突破战略的束缚。可以说，他们各取所需，抱团挑衅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。这是第三。第四，就是奉行对冲外交，经济想靠我们中国发展，安全想靠外部势力的制衡。那么这一点呢，也是周边小国的一种生存的逻辑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离不开我们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，离不开我们的产业链合作，离不开我们的基建红利，他不愿意彻底的断绝经贸往来。但是他们又会产生地缘安全感的焦虑，主动引入外部大国势力，平衡区域格局。说白了，他们就是想两头获利。我在我节目当中反复讲，我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，而小国趋利避害也是小国的一种本性。
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。那么第5点，最后一点，就是他们既希望法理舆论的博弈，妄图用规则制造既定的事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刚才讲了，武力侵占已经行不通了，他们就把赌注压在了长期规则的造势上。他们想干嘛呢？他们想达成双边内部的共识，在不断的向国际社会刻意的渲染这种海域的争议，模糊我国合法的管辖权，刻意营造归属未定的这个假象。即便我方你看多次声明协议非法无效，但是他们就想着，如果我们只要长期的持续的舆论做铺垫，就会慢慢的压缩我国舰艇进出西太的关键水道，限制我国海洋战略的发展空间。所以说朋友们，国力强盛并不代表着地缘博弈会自动的消失，只会让我们拥有从容应对一切挑战的底气。这次日本菲律宾的接连试探，从来不是他们高估了自身的硬实力，而是他们迷信同盟庇护，沉迷渐进蚕食，抱有战略投机的侥幸。海洋主权寸海不让，领土底线分毫不退。任何妄图私下瓜分我国海洋权益的算计，布局的再精密再精巧，在我们持之以恒的海上管控和坚定的法理坚守面前，最终只会彻底的成为泡影。